这个衣不遮体的囚犯已经3天没吃饭，望着淤泥中的脏水，他忍不住伸出舌头去舔。可老囚犯们就连这样的水也不愿施舍给他。这是贝里克来到索纳监狱的第3天，不仅滴水未进，颗米未沾，身上的衣服鞋子也都被其他囚犯抢光了。一个好心的地中海大叔将他扶了起来。他们是这里最低等身份的囚犯，而乞丐是没有获得分配食物和饮用水的权利。下午时分，贝里克发现地中海脚上突然多了一双鞋子。地中海默不作声，只是看了看不远处的一具尸体。贝里克也想扒掉尸体身上的衣服，可这时监狱的2把手黑哥让2人去打扫厕所，说是劳动结束后可以获得食物。Hell no. Absolutely not. One more word from you, and I will drown you in here. You understand? 黑哥扔给他们一个臭烘烘的拖把，命令打扫完成后将垃圾拿去下水道焚烧掉。可结束后，分配食物的人却只给他们一根啃光的骨头。地中海再也受不了这般非人的待遇，他望了望一间牢房里略有松动的防盗窗，鬼鬼祟祟地爬上去，用力地拉拽，终于将防盗窗扯了下来。地中海跳下了3米高的围墙，拖着摔折的伤腿，不顾一切地向外冲去。贝里克发现后，大声地喊，可一切已经来不及了。麦克也看到了这一幕，在这座地狱般的索纳监狱，犯人就如同蝼蚁，根本没有人在意他们的死活。失去同伴后，贝里克只能一个人去扫厕所。可就在焚烧垃圾时，下水道的墙壁里突然传来了口哨声。贝里克从砖缝里望过去，墙壁里居然躲着一个人。男人让他帮一个忙，贝里克本不想理会，可对方直接从砖缝中塞出一片肉条。Chicken, man. Where'd you get chicken? That's not chicken. 虽然吃出来是老鼠肉，但对现在的贝里克来说，这可谓是美味佳肴。男人说，想要得到更多肉的话，就将这2张纸条分别塞到今天要决斗的2人口袋里。而要决斗的人正是男主麦克和一个300斤的肌肉男。就在昨天，监狱的黑老大因为嫉妒麦克长得帅，只是肌肉男说麦克偷了他的东西，并向麦克扔出了鸡爪。这是索纳监狱独有的一种仪式。如果双方发生争执，解决矛盾的唯一方式就是1对1徒手决斗，直到一方被打死才算结束。而鸡爪则是发起挑战的信物。此时，监狱里围观群众的暴力情绪已经达到了顶峰。麦克摆弄着手中的鸡爪，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因为这样一件东西赌上性命。更讽刺的是，唯一愿意帮助他的人，居然还是在监狱外一直追杀他的马洪。马洪之所以帮助他，是因为麦克是他逃离这所监狱的唯一希望。身为格斗专家的他提醒麦克，只要朝对方的膝关节踢上一脚，再强大的敌人也能被轻松放倒。在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围观群众拥簇下，麦克一步步走向了决斗场中央。贝里克从人群中窜出，祝福他好运的同时，悄悄将1张纸条塞进了麦克的口袋。与此同时，他以相同的伎俩将另1张纸条塞进了肌肉男的口袋。黑老大再次重申，不能用武器，也不准寻找掩体，直到其中一方被打死为止。随着手中的红丝带轻轻一挥，你死我活的决斗正式开始。可这时，麦克突然朝着黑老大喊了一句：“趁着肌肉男分神之际，麦克猛然出击，一脚踹在了对方膝关节上，紧接着一记组合拳，直接将肌肉男放倒。眼见对方动弹不得，麦克转身就要离开，可围观的群众却面露凶相，将他拦了下来。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the rules, friend. Only one man comes out alive. 肌肉男强撑着站了起来，2人再次陷入了殊死搏斗。由于对方行动不便，麦克又是一套组合拳，再次将他放倒在地。可这时，人群中不知是谁扔给肌肉男一把小刀，趁着麦克心软打算离开，肌肉男捡起小刀就朝麦克扎了过去。危急时刻，马洪突然出手，一招擒拿手外加锁喉功，直接将作弊的肌肉男干净利落的解决。No weapons. Rules are rules, remember? If we don't have them, we're savages. 眼见铲除麦克的计划失败，黑老大头也不回地返回了房间。不多久，1个月来一次的狱警来到监狱外，送来饮用水和食物的同时，顺便带走里面的几具尸体，担心有人装死，又在尸体上补上几枪，然后运到隔离区外暴尸荒野。狱警走后，一个假装是囚犯亲戚的女人前来收尸，她在每具尸体上摸了一个遍，终于从肌肉男的口袋里搜出那张纸条。看到上面的内容后，女人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麦克云里雾里，贝里克在2人口袋中留张莫名其妙的纸条，究竟有何用意？这
正在这时，麦克的哥哥林肯前来探监。此时的林肯已经洗清冤屈，成为合法公民。然而接下来，林肯带来一个令麦克万分绝望的消息。Oh, Dad. Dad. I'm so sorry. They got me in there. Please, do what they want, Dad, please. 原来公司的人绑架了小林肯和萨拉，并威胁麦克让他将一个叫詹姆斯的人带出监狱，而这正是将军千方百计将麦克送进唢呐监狱的目的。世界上有一类人，他像变色龙一样能快速适应各种环境。在狐狸和监狱，他是呼风唤雨、名噪一时的白人帮老大，只要你牵着他的口袋，监狱里就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而今天是 T-Bag 第一天来到臭名昭著的唢呐监狱，看见这里的话事人黑老大鞋脏了，他立马跑过去单膝跪地，示意让黑老大的脚放上来，并表示为你擦鞋是我的荣幸。擦着擦着，还故意出点岔子，然后可怜兮兮地说自己是个废人，以显示自己的弱小，让黑老大放下芥蒂。Just call me friend. 经过几天的献媚讨好 ，T-Bag 一跃坐稳了唢呐监狱的第3把交椅。而同一天来到这里的3个老熟人，却一个比一个混得惨。贝里克成了监狱乞丐，到处讨要一些其他囚犯吃剩下的残羹剩饭。马洪患有严重的躁郁症，监狱里又没有镇定剂，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的他，千方百计的想要逃出监狱。麦克由于长得太帅，遭到黑老大女人的惦记，所以黑老大想方设法的想要把他弄死。祸不单行的是，一个神秘公司绑架了麦克的女友和侄子，让他从监狱里带出一个叫詹姆斯的人。然而麦克找遍了整座监狱，始终没见到这个人。坐了3年牢的麦迪告诉他，在这里没有人不想找到詹姆斯。就在几个星期前，詹姆斯在酒吧斗殴，误杀了巴拿马市长的儿子。送到唢呐监狱后，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不知所踪。市长放话给黑老大，如果有谁能杀了詹姆斯，杀死他的人就能得到一次上庭友善裁决的机会。换句话而言，只要不是犯罪特别严重，就能离开这里重获自由。两人说着说着，监狱的2把手黑哥和一个人发生了推搡，一不小心撞翻了刚运进来的饮用水。排队的囚犯们顿时傻了眼。要知道，在这里，这桶水的价值堪比黄金，预警下次送水要等到2个星期后。也就是说，没有这桶水，囚犯们很可能被渴死。黑哥是黑老大的人，囚犯们也不管谁是这里的老大，其中一人起了头，带着大家在黑老大楼下骂骂咧咧。好在麦克排在前面接了半瓶水，远远的他看见可怜的贝里克正在舔着阀门。麦克突然想起昨天决斗时，这小子莫名其妙的在他口袋中放了一张纸条，于是上前问他这样做的目的。My memory's a little foggy on account of this thirst. Yeah, it's starting to come back to me now. We're on there. The note. 贝里克将下水道墙壁里藏着人的事全盘交代，麦克猜测此人很可能是詹姆斯，于是急忙来到下水道。当麦克说出自己是来带他越狱时，里面的人终于有了回应，原来此人正是詹姆斯。他深知一出去所有囚犯都会要他的命，所以这才躲进了下水道。麦克让他在里面再坚持1-2天，等想到办法再将他弄出去。可从下面出来时，麦克丝毫没注意到马洪已经盯上了他。与此同时，广场上的囚犯越聚越多，他们叫嚣着让黑老大下来给个说法。黑老大一个电话打给了狱警，但狱警说出水车最早后天才能到，没有办法，他只好让 T-Bag 拿1小桶水，每人分上1口。然而走到过道时， T-Bag 再次遇见了可怜兮兮的贝里克。原来他想出卖消息给黑老大以换取生存。Boy, you won't be drinking your own urine before you get any of this. I just need to speak to Senior Lechero, please. To do yourself a favor, scamper. I got something. Oh yeah, you got yourself the untouchable status. So cute, just talking your mangy ass. On the lane. I got information. T-Bag 转念一想，这样能巩固自己在黑老大心中的地位，何不顺水推舟卖个人情？于是，在 T-Bag 的引荐下，贝里克终于见到黑老大，并将下水道藏着人的事和盘托出。黑老大心知肚明，此人铁定就是詹姆斯，于是急忙叫了几个手下去下水道抓人。等贝里克从黑老大的房间出来时，已经穿上了肚脐装和豹纹裤，手里还捧着窝窝头。麦克是何等的聪明，看到贝里克有吃有穿，立马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急忙赶到下水道，这才发现不仅黑老大的人在这里，马洪更是手拿撬杠将詹姆斯拧了出来。原来他发现麦克从下水道出来后，也从麦迪口中套到消息，并抢先一步赶到，砸碎墙壁逮住了詹姆斯。麦克恳求马洪不要杀他，自己会想办法带马洪一起越狱。但马洪又不是傻子，杀了詹姆斯就可以获得自由，何必要多此一举呢？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詹姆斯趁机挣脱束缚，再次逃回了下水道。
麦克深知这么小的地方抓到詹姆斯是迟早的事，而耗在这里也挽回不了大局，于是急忙来到黑老大的房间，想要和黑老大做笔交易。麦克说：“我帮你解决饮用水的问题，你将詹姆斯交给我。”黑老大轻蔑一笑，他要问问麦克的老熟人，这个人值不值得相信。 Can I trust this Bobo? He's a snake. He stabbed me in the back every chance he got. A snake who stabbed a man in the back. I never heard of such a creature before. 此时外面的暴动越演越烈，麦克还想争取机会，却被黑老大厉声赶了出去。眼下或许只有先斩后奏弄到饮用水，才是救詹姆斯的唯一办法。这个男人将内裤撕成布条分段打结，然后将其浸入了一桶烈酒之中，再找来一些废旧的塑料袋，将烈酒全部倒了进去，最后用打好结的布条牢牢捆紧袋口，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就这样，一个简易的深水炸弹就制作完成。麦克将其隐蔽好，带出了牢房。40多度的高温下，因断水发生暴乱的囚犯们愤怒值攀升到了顶峰，有的人甚至将舌头伸进了干涸的阀门里。如果想不出解决问题办法的话，不仅黑老大的地位不保，甚至还有可能闹出人命。事不宜迟，麦克急忙来到下水道，他摸了摸上方堵塞的供水系统管壁，有水的地方必定有露珠，这样就能清晰地判断出堵塞的位置。确定大概位置后，麦克打开了供水管道的检修口，将塑料袋沿着管壁慢慢放了下去，正好堵住了整个管道。最后划开一根火柴，点燃布条，火焰顺着沾满酒精的布条迅速向下蔓延。随着一声巨响，一直被堵住的水管终于被炸开，整座监狱也跟着一起摇晃。众人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阀门里的水就已经喷薄而出，囚犯们一哄而散，纷纷来到出水口，享受着难得的清凉。麦克这一招算是保住了黑老大的统治地位。虽然黑老大对麦克十分厌恶，但自己身上背负着10几条命案，即使杀了詹姆斯也离不开监狱，还不如卖麦克一个人情。詹姆斯就交给他处理，并许诺其他人谁都不许碰。麦克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接下来就该计划如何带他越狱。但在这之前，麦克要确保萨拉和小林肯是否安全，同时也做两手准备。麦克在监狱里计划越狱，哥哥林肯则在外面尝试将萨拉两人救出来。为了确定两人被关押的位置，他让林肯告诉公司的人，今天必须和萨拉通电话。林肯找到公司的接头人格雷琴，直截了当地说：“我弟弟不跟萨拉通电话就不越狱。”格雷琴觉得这个要求不算太过分，毕竟只是通个电话而已，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可麦克一打听才知道，监狱里的电话线早就被拆得干干净净，唯一能联系外面的电话只有黑老大手上的那部。虽然刚刚才帮他化解危机，但黑老大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断然不会借电话给他。为今之计，只能求助于在黑老大身边混得风生水起的 T-Bag。但正是麦克将 T-Bag 送进这所监狱的，他又凭什么会帮麦克呢？ Because I'm like your new compadres. I know who you are, what you've done, and who you've done it to. Let me get this straight. You're saying you won't tell on me? 麦克继续威胁道：“你要是不帮我的话，我就将你恋童、强奸的事全都抖出来。”而巴拿马又是一个宗教国家，他们要是知道你干了这么多龌龊的事，你猜你还能见到明天的太阳吗？这一招果然有效 ，T-Bag 立马认罪，趁着黑老大去理发的间隙，悄悄把手机偷了出来。We got 26 minutes till he gets back. If that phone ain't back in the cradle, we're both dead. You hear me? 'Cause my Alabama ass is not going down alone. 拿到电话后，麦克立马和萨拉取得了联系，两人看似在叙旧，实际上萨拉十分隐晦地提示着被绑架地点的信息。It's like they're giving you until midnight, and I'm sitting here at 3 a.m. 然而刚说两句就被强行掐断。根据有限的信息，麦克猜测出萨拉被绑在离这20公里外的小镇，并且可以看见地标性建筑胜利塔。他立马打电话给林肯过去寻人。然而说到关键方位时，黑老大已经带着手下走了上来。麦克急忙挂掉电话，将手机放了回去，可人却堵在里面无法出去。危机时刻 ，T-Bag 及时赶过来救场。 There's something you should know. What? I think that barber might have. You coming? No. No, my mistake. I did. No, in fact, that there might just be the best shave I have ever seen. What? You look like you need one today. How might you do that? You can't be walking around looking all boo-too. 黑老大被 T-Bag 逗得心花怒放，看着他那谄媚的嘴脸，二把手黑哥恨不得上去给他2巴掌。另一边，林肯已经来到了胜利塔下面，可由于没有听清具体方位，林肯蹲在地上焦头烂额。而这一幕正好被房间里的萨拉看见，他脱掉鞋子，一抬脚将鞋子扔出了窗外。Sir. 林肯急忙追过去，正好撞见被挟持的儿子。
最终两人还是被公司的人带上面包车扬长而去。万分失落的林肯刚回到酒店，格雷琴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你去地下车库看一看，我在那留了一份小小的礼物，这是对你愚蠢的惩罚。”林肯忐忑不安地来到车库，远远的就望见一个渗着血的盒子，掀开一看，里面竟然是莎拉的人头。隔天，林肯阴着脸来探监，毫不知情的麦克塞过去一张纸条，让他把上面的东西准备好，因为这是越狱需要的关键东西。林肯目光呆滞，好几次想把萨拉死事说出来，但为了自己的儿子，他还是向麦克隐瞒了实情。这个穿着豹纹裤的男人正在飞速朝着一具尸体奔去，可惜还是来晚了一步。另一只鞋子已经被一个娘娘腔捷足先登，两人你争我夺，谁都不愿退让，最终只能一人分得一只。贝里克将鞋子放在脚上，虽然大了好几圈，但有总比没有强。贝里克深有体会，在这座人间炼狱般的唢呐监狱，哪怕只是一滩淤泥中的水，也没人愿意施舍给你。他来到娘娘腔的牢房，两个服装搭配异常怪异的男人展开了关于鞋子归属权的谈判。贝里克提出用身体交换那只鞋子，可对方根本就看不上他这种圆滚滚的类型。Trade. The only thing you got to sell? Me don't want to buy. I like them in a little more, how you say, not fat. Fat? This is all muscle, and I'd prove it to you if I didn't think you'd take things south of the border. 眼见娘娘腔拿出剃头用的刀片，贝里克立马认错。可这只是一个误会，原来娘娘腔是一名理发师，根本无意伤害他。眼见黑老大进来理发，贝里克识趣的急忙低头离开。等托尼忙完后，他贼心不死的再次前进托尼的房间，终于翻到了那只鞋子。可就在穿到脚上时，他偷听到麦克和马红在图谋着什么，言语中似乎隐晦的提到越狱的事。俗话说饱暖思淫欲，贝里克的目光已经不再局限于吃穿上，他立马找到麦克并威胁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谋划着什么，如果你们越狱不带上我就去告发你们。”可越狱祖师爷麦克又是何等人物？接下来他只是略施小计，就成功拔掉了这根肉中刺，而且还丝毫没影响到自己的越狱大计。下午时分，黑老大正在悠闲地吹着电风扇看着世界杯，可突然监狱莫名其妙的停电了，他急忙叫来一帮小弟去查看线路。然而小弟们打架倒是可以，这种沾点技术含量的事只能干瞪眼了。黑老大焦头烂额，他猛然想起 T-Bag 曾经说过麦克是建筑工程师，于是火急火燎地下楼去找他。唢呐监狱的粮食供应全靠这部手机和外界联络，如果手机充不了电，所有囚犯们都可能被饿死。但麦克也十分为难，因为电线埋在地下，沿着监狱的外墙排布，如果要修复电路，必须挖开土层。而上次他分明看到一个囚犯刚接近外墙30码以内就被狱警乱枪射杀。麦克不想因此丢掉性命，但黑老大让他放心，这件事他会和狱警协商好。麦克趁热打铁，作为回报，我想要这间采光好的房间。 What? It's the first one to get sunlight in the morning. You get me that cell, I'll get you electricity. 黑老大满口答应，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正是麦克制造了电线短路的假象。他从麦迪那里借来一个绝缘的十字挂饰，卡在了空气断路器中间，目的正是等着黑老大来找自己，这样就能顺理成章地提出换牢房的请求。而这个房间视野辽阔，能清楚地观察哨塔以及周围的动静，所以这里是最佳的越狱地。很快，在黑老大的沟通下，麦克等人被允许在狱警的监督下挖坑修线。然而还没走出监狱门，贝里克就屁颠屁颠地跟了过来，并毛遂自荐自己也要跟着一起去挖坑。 You're doing something here, Schofield. All right, I am. I'm fixing the electricity. You wanted to help Big? Did it. 此时的贝里克还不知道，前方正有一个大坑正等着他。在一堆持枪狱警的看管下，几名犯人沿着围墙挖开了电缆。麦克打开接线盒，悄悄在电箱里埋入了一个小东西，然后用土盖上。贝里克瞥见后，默不作声的借机离开。只几分钟的时间，就跑到了黑老大的房间举报麦克。他猜不透麦克的想法，自知无法加入越狱团队，还不如用这个消息换取一些实际的利益。贝里克告诉黑老大，麦克在地下埋了东西，虽然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但他一定是在为越狱做准备。当他一五一十地阐述了麦克第一季的天秀操作后，黑老大震惊不已，他立马将麦克拖到门外，让他刨开土，看到底有没有动手脚。 Open it. Move the dirt. Now. It's duct tape to fix the frayed wires. That's why the power was so inconsistent. I didn't want the tape to come loose, so I packed it down with dirt. 虽然没有发现破绽，但黑老大仍然不相信他。他要和麦克一起前往配电室打开主开关。几人来到地下室，当麦克望向背后配电箱里的十字挂坠时，心都要蹦出来了。为了不被其他人发现，他只好合上了另一个配电箱上的闸道。果然不出所料，电依然没有来。在黑老大的指示下，暴躁的黑哥一拳就抡了过去，麦克顺势倒在了背后的配电箱上，然后趁机悄悄拔走了十字挂坠。
麦克继续忽悠道：“一定是变压器有延迟，才会过了这么半天才来电。”黑老大两人也没读过什么书，自然也就糊弄了过去。经此一劫，麦克如愿地搬进了牢房，而贝里克也被黑老大叫到了房间。Now, the thing I hate more than a rat. Bad information. Yeah, look, I'm sorry about all that, but my information was good. It's just Schofield's a tricky bastard. He'll try something again, you'll see. 黑哥一把将贝里克按在桌子上，黑老大气定神闲，慢慢地倒出了一杯滚烫的咖啡。他走到贝里克面前，掀开了他的衣服。麦克摸了摸牢房里的一根晾衣绳，继而来到窗前。他看见一名清洁工正在挖着土坑，旁边还有一具快要腐臭的尸体。清洁工拿起一旁的药桶，开始往尸体上喷洒一种药剂，而旁边的铁丝网上还赫然写着有高压电，请勿靠近。善于从微小事物中找到破绽的麦克似乎想到了什么。从这一刻开始，越狱 2.0 计划正式开始启动。在这座人间炼狱般的唢呐监狱，每天基本上都会有囚犯因饥饿或者决斗死去。狱警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将尸体带出监狱，为了防止有人装死，他们甚至会在尸体上再补上几枪，然后随意丢弃在隔离区外。长此以往，就滋生了一个工资相对可观的外包职业——掘墓人。掘墓人会把一种叫凯斯利福的化学药剂喷洒在尸体上，以消除尸体发腐散发的恶臭。而这种化学药剂一旦加热到一定温度，就能腐蚀钢铁。这也给麦克的越狱计划带来可乘之机。但在这之前，他们必须先搞定掘墓人，以保证他在工作时不经意间喷点药剂在铁丝网上。麦克找到前来探监的哥哥林肯，让他在监狱外收买这个掘墓人。麦克之所以越狱，是因为一个神秘公司绑架了他的女友萨拉以及侄子小林肯，目的则是让麦克从监狱里带出一个叫詹姆斯的人。然而林肯却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就在昨晚，公司的人已经将萨拉杀死，但为了救出儿子，不至于让越狱计划流产，林肯不得不向弟弟隐瞒了实情。至于公司为什么千方百计的要把詹姆斯弄出去，詹姆斯是这样解释的：他说自己是一名水手，经常会带人在海上观光旅游。1年前，他接待了一名海洋学家，但从那以后，不断有政府的官员让詹姆斯带他们去海洋学家去过的海域。詹姆斯怕惹祸上身，所以躲到了巴拿马，直到误杀了市长的儿子，这才进入这所监狱。而通过尸体传出去的讯息，正是要女友索菲亚去取一本鸟类书籍。这本鸟类书籍实际上是一本只有他能看懂的航海日志。如果想要回到海洋学家到过的地方，就需要这本书的帮助。但麦克对这些丝毫不感兴趣，那是你和公司之间的事，我只需要将你带出监狱，出去之后就再也不想和你们有任何瓜葛。而在监狱外，詹姆斯的女友索菲亚也从男友口中得知越狱的事。既然大家目标一致，就加入了林肯帮忙打下手。刚好林肯也缺少一个本地翻译，所以答应了他和自己同行去收买掘墓人。然而找到掘墓人后，没想到对方竟然狮子大开口，要15000美金。好在不是自己出钱，林肯一个电话打给了公司的联络人格雷奇。可等两人带着钱过去时，对方竟然坐地起价，还想要更多的钱。林肯忍无可忍，一把将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按在车子上。格雷奇让林肯住手，一切交给自己处理就好。接着就开始在包里取东西。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We need him! He will sell us out to the cops after he takes as much as he can from us. No! 杀死了掘墓人，也就宣告着越狱计划的破产。但好在林肯再次探监时告诉麦克，我们通过其他渠道塞了点钱，安排了一个100%信任的人顶上。麦克起初还有点疑惑，他赶紧出来看这个新的掘墓人到底是谁。麦克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没想到对方竟然是重情重义的铁哥们苏克雷。那么和麦克分别的这些天，他又在做什么呢？原来情种苏克雷一直在寻找女友的下落，得知抓走女友的贝里克被送进了唢呐监狱，他中途还来探过一次监。在威逼之下，贝里克终于说出了实情。在墨西哥的那间房子里，他并没有软禁苏克雷的女友和姨妈，而是用枪指着他们，逼迫两人离开了那里。也就是说，现在的女友十分安全。离开这里后，苏克雷打电话联系上女友，可走到半路，他想起自己在美国还是通缉犯，过去也是连累女友，而且手上没钱也养不活孩子，还不如留下来干点活赚钱寄过去。路上又恰巧遇到了林肯，林肯告诉了苏克雷萨拉的事，又得知麦克被关在监狱，作为好朋友的他又怎么能袖手旁观？正好也要给孩子挣奶粉钱，所以这才答应林肯当上了掘墓人。有了好朋友的帮助，铁网上顺利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接下来只要搞定哨塔上的2名狱警，就能成功逃出监狱。这个男人从窗口扔出一块面包屑，成功吸引到一只老鼠前来觅食，四周风平浪静，没有任何动静。麦克又用锡箔纸重新包裹一块扔到相同位置，以测算亮光是否能引起狱警的注意。然而下一秒，铁网外就陡然亮起了巡逻车的前灯。瞭望塔上的探照灯转向了老鼠，一枪就将其击成了肉渣。麦克惶恐不已，
看来要想在晚上越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第二天，麦克找到监狱的包打听麦迪，让他帮忙购买2块手表以及一个双筒望远镜，但麦迪只收了一半的钱，因为望远镜只有固执的老威廉有，而他是不可能出售的。麦克打听到老威廉的牢房，虽然不忍心偷别人心爱的宝贝，但为了越狱大计，他还是下定决心将其偷走了。麦克在地上画了一幅路线图，并告知詹姆斯明天下午就开始越狱。詹姆斯被逗笑了，因为他从来没听说过白天越狱的。麦克解释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夜晚有巡逻车整夜把守，白天的警戒相对来说会松散一些。而之所以选择明天下午，是因为明天下午2点有一场世界杯决赛，大部分囚犯会聚集在操场上看球，越狱3人组就可以趁机从房间内的窗户翻出去。现在唯一的障碍就是2个瞭望塔上的狙击手，只有找出他们的弱点才能对症下药。麦克将双筒望远镜一分为2，一人观察一边的瞭望塔，马洪则负责在门口放哨。经过几个小时的观察，詹姆斯注意到，在下午3点13分的时候，太阳光刚好直射到西侧的瞭望塔，上面的狙击手会习惯性的将视线转向监狱外侧。詹姆斯扔出一个小球测试，果然发现西侧的狙击手注意不到铁网内的状况。而这个时间持续了6分钟左右。北侧的狙击手人称胡狱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体育迷，当然不可能错过世界杯的任何赛事。麦克注意到，一旦信号不好，胡狱警就会倒向天线，暂时也不会注意到这边的情况。也就是说，只要让2名狱警摸鱼的时间重叠，就能趁这个间隙溜到被腐蚀的铁丝网洞口逃出监狱。但如何能精准地控制2人的行为动作？麦克想到一个办法，他再次偷来一个微波炉，将其改造成电磁脉冲发射器，用来干扰电子设备的信号。詹姆斯不得不佩服公司挑人的眼光，眼前这个人果然是万中无一的越狱奇才。他将发射器的电源插上，果然不出所料，胡狱警开始焦头烂额地导航起天线来。可就在这时，牢房门口突然有人经过，麦克晃了一下神，望远镜反射的太阳光不小心照到哨塔上。等他再次拿起望远镜望过去时，胡狱警已经端起枪对准了他。监狱立马拉响了最严重的警报，所有囚犯连滚带爬地奔向操场，因为一旦有人没有及时出现在这里，就会被当场射杀。麦克和其他囚犯们整整齐齐地跪在地上，紧接着一大队全副武装的狱警就破门而入。A rifle scope was seen from the tower. Capitán Hurtado thought with his own eyes. It's impossible. There's a gun in your prison, and it was pointing at one of my men. We are going to find it. 原来狱警们误以为是狙击枪的瞄准镜，经过全面排查，终于在麦克的牢房里发现了望远镜。胡狱警拿着枪抵住麦克的脑袋，质问他为什么要监视自己。麦克吓得说不出话来。正在胡狱警准备开枪的关键时刻，詹姆斯及时站了出来。Why were you watching him? I wasn't. I was watching birds.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本女友寄过来的鸟类书籍，狱警接过仔细翻了翻，里面的确是大量鸟类图案，以为他是鸟类爱好者。狱警们也不再追究，收队走人。Go back. Hurtado. Ya, déjalo. 成功躲过一劫后，麦克火急火燎地朝牢房冲去，可这才发现门已经被狱警牢牢锁死。麦克想死的心都有。这间牢房不仅是越狱的出口，并且电磁脉冲的微波炉也还在里面，这也就宣告着精心设计几天的越狱计划再次流产。但好在一个随风飘进监狱的纸杯，再次让越狱团队看到了曙光。狱警缓缓拉开监狱的大门，在送来新囚犯的同时，丝毫没注意到一只废旧的纸杯也随风吹进了监狱，而正是这只废纸杯将为越狱3人组带来新的曙光。经过观察发现，每天中午胡狱警都会喝这个牌子的咖啡，也就是说，只要查出他在哪里买的咖啡，就能找到机会下药将其迷晕，然后趁此契机溜到被腐蚀的铁丝网洞口逃出这所监狱。隔天上午，麦克将废纸杯交给了前来探监的哥哥林肯，让他在附近查一查这种咖啡的位置，并赶在下午3点前下药。毕竟他们的越狱时间定在今天下午3点13分。紧接着又问起了女友萨拉和侄子的消息，怎么最近一直都没收到他们的照片？林肯眼神闪躲，支支吾吾故意扯开话题，但麦克还是觉察到不对劲，他撂下一句狠话：如果在越狱前1个小时还没见到2人活着的照片的话，这个狱他就不打算越了。林肯心乱如麻，因为萨拉已经被公司的人杀害。如果说实话，麦克肯定就不会越狱了，这样自己的儿子就必定会被撕票。但出来后，他还是让索菲亚去打听这个牌子的咖啡。索菲亚是土生土长的巴拿马，一眼就认出这是几公里外的一家店，狱警应该就是在那里买的。没有片刻的耽误，林肯又火急火燎地跑去找格雷琴，让他赶紧准备一张萨拉还活着的照片，顺便弄来一种喝下去1个小时后才发作的迷药。中午时分，林肯一行人早早地在咖啡摊蹲点，果然见到了雷打不动过来买咖啡的胡狱警。林肯把加了迷药的咖啡准备好，又假装不小心撞掉胡狱警手中的饮料。Watch where you're going. Here, look,
This is my buddies. Please, I insist. 正当胡狱警伸手去接时，杀千刀的老板竟然免费给他补了一杯。林肯想死的心都有，眼见计划几近泡汤，索菲亚灵机一动，立马解开上衣的几颗扣子。My car's run out of gas. I'm sorry, I'm head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I really need to go to sauna. Hey, mi amor. ¿Te llevo? Venga. Thank you. What's the lid? 索菲亚顺势接过下了药的咖啡，跟了上去。果然不出所料，走到半路上的胡狱警色心大起，他色眯眯地说道：“你应该有亲戚在监狱里吧？如果你从了我，以后我就安排你们天天见面。”索菲亚急中生智，这都被你猜出来了，我的这个亲戚正是黑老大。胡狱警一听脸色巨变，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狱警，哪敢碰黑老大的女人？趁他走神的功夫，索菲亚悄悄将咖啡掉了包。此时距离越狱仅剩1个小时的时间，林肯立马找到格雷琴要照片，可拆开一看，顿时傻眼了。这张照片竟然和上次的一模一样，还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你是把我弟弟当弱智吗？ Hey, Michael, here's the pictures. He's gonna want to see this close up. I'm done doing favors for you. Get out. I'll see you in an hour. 林肯彻底无语了，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向麦克坦白萨拉已经死亡的真相。She's dead, Michael. I lied to you. I'm sorry. If you don't break out today, they're gonna kill my son. They're gonna kill OJ. Michael, we gotta do this. Michael, we gotta do this! 这一消息犹如五雷轰顶，麦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冒着被砍头的风险越狱，正是为了救出心爱的萨拉。如今他已经命丧黄泉，这逾越的还有什么意义呢？不仅如此，亲哥哥竟然也欺骗了他这么久。麦克来到了操场，二话不说地向詹姆斯扔出了鸡爪。既然公司如此心狠手辣，那我就先弄死你们费尽心机想要弄出去的詹姆斯再说。在监狱话事人黑老大的公正下，两人各自回到牢房准备遗书。15分钟后，准时在操场上生死决斗。走廊上的詹姆斯人都是猛的，他怎么也搞不明白，一直要带自己越狱的麦克为什么要和他拼命。然而就在这时，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Look,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but killing me is not gonna solve your problem. I'm not gonna kill you. Then what the hell was all that about? You wanna make it out of here without being seen? You need a diversion. Now we have one. 原来这也是麦克越狱计划的一部分。虽然萨拉已经死了，但侄子小林肯还是要救他。他故意挑起决斗，正是为了将囚犯们都吸引到操场上，然后趁这个机会从监狱2把手黑哥的房间越狱。现在是下午3点，离哨塔上狙击手被迷晕的时间只有13分钟，离决斗也只剩15分钟。也就是说，他们只有2分钟的时间逃离监狱。事不宜迟，两人必须在13分钟内准备好越狱的前奏工作。麦克偷来一个纹身机，火急火燎地赶往黑哥的房间。詹姆斯也取出之前用吊床做成的绳梯。此时的操场上人声鼎沸，囚犯全都聚集在此，等待着这场你死我活的厮杀。麦克拆下顶端的纹身机头，卡在铁丝网与墙壁的连接点，利用呼声做掩护，猛烈地锤击着铁窗。砸开铁窗后，麦克又将绳梯的一端绑在铁柱上。下午3点12分，其中一个哨塔上的胡狱警喝下有迷药的咖啡，昏昏沉沉，不一会儿功夫就晕倒了过去。现在只剩下另一个哨塔上的狱警，麦克二人紧紧地盯着手表，只等3点13分的太阳。4, 3, 2, 1. The glare. Where's the glare? 可谁又能想到，今天的阳光来得比平时稍晚一些。另一个狱警迟迟没有挪动位置，正在两人焦头烂额之时，终于一阵刺眼的阳光反射而来，狱警总算将头偏向了监狱外，两人立马下调防盗窗准备行动。然而就在这时，走廊上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原来是黑哥进来拿东西，两人吓得急忙躲进床底，大气都不敢喘。黑哥摸了摸桌上的时限，虽然感觉到哪里不对劲，但着急看决斗也就没有太在意。等黑哥走后，两人急忙放下绳梯开始行动。为了保证詹姆斯的安全，麦克率先爬下绳梯，可谁知刚刚落地，一大片云就缓缓飘了过来，眼见就要遮住太阳。麦克急忙让詹姆斯赶紧爬回去。Go back! Go back! Come on! That was our only chance.
在狱警并没有发现，但这也宣告着越狱计划的泡汤。麦克想死的心都有，但眼下必须赶紧将绳梯拉上来。正在詹姆斯解绳扣的时候，黑老大这边也觉察到不对劲，我们观众的嗓子都喊哑了，你们两个主角却迟迟不登场，不会是掉茅坑去了吧？于是急忙叫手下去房间找，听到呼喊他们的声音，詹姆斯只能仓促地将绳梯搁在窗台上。然而还没跑2步，两个苦命人就被拖出去决斗。路过黑老大时，麦克想要取消决斗，声称我们之间只是小小的误会，刚刚已经和好了。但观众的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想要取消决斗，岂不是痴人说梦？ This world must be set. Let's go. 两人骑虎难下，只能任由囚犯们将他们推到决斗场的中央。他们呆呆地望着对方，哭笑不得。眼见两人迟迟不动手，周围的人开始朝他们扔石头。詹姆斯为了活命，抢先对麦克下死手。Sorry, mate. If anyone was getting out. 正在两人互相拼命时，一阵微风吹过，窗台上的绳梯悄悄开始滑落，而哨塔上的另一名狱警也觉察到异常，怎么半天没见到对面哨塔上的胡狱警？于是赶紧派人上去查看。Luis, coge la posición. ¿Qué haces? ¿Durmiéndote en un trabajo, ah? ¿Qué me pasó? No sé, ¿qué pasa? Durmiendo en el trabajo. ¿Tienes frío? 上来的狱警意识到他是被人迷晕的，赶紧拿起望远镜朝监狱方向望去，正好看见被风吹下来的绳梯。狱警大惊失色，这是有人想要越狱，于是立马拿起对讲机呼叫上级。片刻后，一大队全副武装的狱警就破门而入。